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继续聊聊中国教育是怎样将人物化的。在去年年底，我们发了好几期视频讨论中国的语文教育，如今批评中国教育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认为中国教育在培养服从性、不尊重个性等等，这些当然都是没错的。不过，相信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也能感觉到，我对中国教育的否定看法呢，和一般的批评者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不认为这一切都仅仅是出于权力机制的洗脑或者制度设计的恶意，不如说它在整个民族的文化和哲学中有着非常深刻的基础，甚至是从这种文化里最崇高和美好的那个部分中获得养分的。这就使得许多批判中国教育的人往往只是批评最表面的秩序，但他们批评的依据可能与他们批评的对象来自同一种精神。比如从救国救民和整体主义的角度批评教育制度扼杀了人的自由和个性，而不是把个性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最终归宿。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从一个更加深层的视角来聊一聊中国教育为什么存在物化人的倾向。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物化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指的是采用某种外部的结构来框定人的价值，使人被标签化、标准化和工具化。物化否定了人的复杂性和生成性，否定人的展开和创造的空间。物化这个词当然是有贬义的，但它隐藏着这样一种理想：人的自由是高于一切物的，自由本身不是价值，却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就是说，一切将人的价值绑定到某个外部符号上的系统都是物化的，不论这个外部结构看起来是多么诗意、高雅和美好。而在中国教育或者说中国文化里，我们很容易发现那种最崇高和最神圣的精神，本质就是将人物化或者说自然化。比如我们在去年12月28日的那期视频里讲过一篇中学语文课文《荔枝蜜》，讲的就是作者去参观蜂箱，看到蜜蜂们正在产蜂蜜，而且只需要一点点食物就能整日整月不停地干活。于是他感慨，蜜蜂把蜂蜜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真是勤劳又高尚的动物。这篇课文当然有一种洗脑的意味，是服务于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的，但我们在这里首先关注的是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就是教人向自然物学习。再比如茅盾的一篇散文《白杨礼赞》也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文。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是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就介绍了白杨树是力争上游的树，因为它的所有压枝都是一律向上，紧紧靠拢，绝无旁枝。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白杨树依然倔强挺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因此白杨树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它虽然在中国的西北极其普遍，不被人重视，就和北方的农民相似，但它的吃苦耐劳也和北方的农民相似。作者反问，难道你就想不到，这种靠近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吗？于是白杨树就和意识形态所要塑造的理想人格结合起来。类似这样的课文还有很多，虽然它们大多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宣传，但我们可以发现，那就是以自然物来比喻理想人格，向自然物学习，其实在中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维方式。它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而是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这种思维方式认为，自然界的物体，不论是动物、植物还是非生物，它们的形态、特质、性状都内含有某种道德意蕴，人不是通过与自然相区分和对抗才能成为人的，相反，人恰恰是通过融入自然来获得伦理上的自我完善和人格的自我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浊物，必须借由对自然的模仿、学习和融入，才能达到圣洁和纯粹的状态。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中是极其普遍的。中国有大量的谚语和诗词都在歌颂自然性，比如梅花香自苦寒来，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说人要从松柏、竹子、
梅花这些植物身上，学习到在困境中坚持不懈的精神。周敦颐赞美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是在隐喻自己洁身自好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里也有大量对非生物的赞美，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大海和山峰被赋予了包容、刚正不阿的品质。再比如明代的于谦写下浑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赞美石灰的牺牲精神。我们要注意，这些比喻并不是现代人在写作时采用的一种审美性的修辞，而是一种伦理学的本体论，就是作者是真的这么想的，是真的从自然现象中感知人的道德和命运。自然不是他者，是德性的原型，而非需要超越和否定的对象。因此，人在融入自然时，不仅感受不到一丝痛苦和悲剧感，反而是感到莫大的宁静和幸福。当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儒家认为，自然物只有在具备了某种伦理性质时才是美的，因为人的情感能够推己及人，由人及物，乃至扩充与天地之间，于是人就可以赋予自然物以审美和伦理的意味，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但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朴素的思维方式，就是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非人的物体上，使其被感知为一种有情的存在，也可以视为一种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自然与我都处在一种神秘的互渗之中，这就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思维。我们现代人也会对某个物体移情，比如对自己的生活物品寄托感情，但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现象，我们从物体上看到的是自己的情绪，而不会真的认为物体本身有自己的情感和意志。然而，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对自然物的移情并不被仅仅当作一种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而是一种真实的感知方式。当然，古人也不至于区分不了自然和精神，但在中国文化里，这种对精神和自然的清晰意识至少是不被提倡的，或者说整个文化最为推崇的是那种精神和自然完全融合的状态。这就使得中国文化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种原始思维，但却残留了大量原始思维的痕迹。据说布留尔正是看了法语版本的《史记》后才开始对研究原始思维感兴趣的。对精神和自然的区别缺乏足够的认知，这看起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长期的专制历史以及文化的停滞，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早期的分界点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自然物就算在某些物理性质上具有更高的强度和韧性，然而它本身也是不具备任何道德意义的，因为它没有选择，是不自由的，只是按照因果规律必然这样运行而已。人有软弱、逃避和背叛的自由，但也正是因为有自由，才凸显出选择良善、承担和信任的伦理价值。白杨树坚强不屈，那是因为它根本就感受不到害怕；一颗螺丝钉永不动摇，那是因为它只能如此。对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有一句非常深刻的总结，他说：经验性的原则在任何地方都不适于为道德法则奠基，因为如果道德法则的基础来自人类自然本性的特殊结构，或者它身处其中的偶然境况的话，道德法则的这种应当借以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性，以及这些道德法则因此而承担着的无条件的实践必然性，就消失了。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人的道德不能建立在自然性之上。比如说，有恃无恐的人的勇敢并不能算真正的勇敢，你只有充分觉察到了自己的自由之后做出的选择，才可能具有道德的价值。而中国文化则是对自然和自由不做区分的，将两者等同起来。所以这就牵扯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文化不存在悲剧意识，人在面对自然时不仅感受到丝毫的异化感、痛苦感，反而感到怡然自得、逍遥自在。论语所讲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庄子讲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表达了人与自然完全融合、亲密无间的那种氛围。这与希腊和西方哲学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说，西方哲学从一开始虽然起源于自然哲学，也就是将万物的本源归因于某种自然物，
但这种对自然元素的追问却一直隐含着精神性的原则，那就是不断追问动力从何而来，也就是那种能摆脱一切物质束缚的自主和能动的力量，那个最初的推动者。虽然这个动力一开始还是从大自然中寻找，从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的本源，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本源说，这两者看似都是某种自然物，然而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火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物了，它自身是运动的，又是能使别的物体运动，因而更适合表达灵魂的特点。水虽然也渗透在万物之中，但水并不具备给万物定型、推动万物的能力。值得一说的是，火和光明的隐喻在西方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柏拉图用阳光比喻理念，基督教将上帝比作光辉，黑格尔使用燃烧和日出来隐喻精神，包括尼采也使用了拜火教领袖查拉图斯特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火按照一定的法则和分寸燃烧和熄灭，也就是罗格斯，人需要按照罗格斯生活，这已经暗含了理性是高于自然、规范自然的精神力量。到阿纳克萨戈拉提出努斯，标志着精神从自然物质中彻底区分出来。努斯虽然仍然有大小，似乎还是一种物质，有点类似于某种威力，但它又是最轻、最纯粹的东西，是不与任何物质相混淆的，而是单独的、自主的。它置身于物质世界之外，推动、思考和安排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努斯一词原本指的是心灵和心智。在希腊哲学上，阿纳克萨戈拉第一次意识到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并且提出了推动物质世界的不是另一种物质，而是精神。对精神和自然有明确的区分意识，这鲜明地体现在了希腊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在美学中把东方民族的象征型艺术都看作希腊古典型艺术的准备阶段，并认为古典型艺术是更高级的存在，这种高级就体现在精神与自然的关系上。在象征型艺术中，精神尚未找到合适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精神使用自然物来表现自己，比如东方宗教中的各种半人半兽的自然神，例如印度教的象头神、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等等。东方宗教视自然物为比人类更神圣的存在，这反映出了精神与自然混同，精神尚未清晰意识到自身。而在古典型艺术中，精神找到了最恰当的感性表现形式，那就是人类的肉体。黑格尔认为，按照必然规律，艺术到了成熟期就必须用人的形象来表现，因为只有人的身体被认为是最适合表现自由精神的形式，才足以承载神性的力量。比如帕台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米龙的制铁饼者，都是理想化的人，或者说具有神性的人。在古典型艺术中，动物性和自然性不再被当作神圣而受到崇拜，不如说是缺乏精神性、罪恶、低劣和堕落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希腊文化有着强烈的悲剧意识，而完全没有中国文化面对自然的怡然自得和逍遥自在。因为精神只有从自然环境中觉醒和分离出来，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却发现了自己仍然被命运所限制，无法超越自然，才会产生一种深层的痛苦。当人的精神被从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中驱逐出来，他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居之地。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立和冲突，人才会有对于救赎和创造的渴望，渴望在世界上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记，不论是艺术、文学还是事业和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意识不是终点，而是自由精神的起点。总的来说，当我们说中国教育中存在着物化人的倾向时，我们并不仅仅关注那些粗暴的规训方式、僵化的考试制度等等，而同样关注那些深层的文化结构，也就是那种既希望通过模仿和回归自然来达到德性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追问这种倾向在美学和伦理上是如何的被歌颂和赞美，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用一种同样物化的实用主义的立场去批评教育，结果只是换了另一种话语，而没有真正走出这种历史的循环。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
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